有没有一种蔬菜让你又爱又怕？爱它生命力顽强，怕它一旦种下，整个菜园都将失控。你可能正在为阳江的四处乱窜和吃完后的胀气苦恼而挣扎。别焦虑，今天我就要用我的驯服智慧和一份能带来清爽果香、改善肠胃适应性的有机食谱，彻底驯服这土中人参，并赋予它颠覆性的治愈风味。我每年都会种洋姜，通常会等到11月，植物枯萎后才拉秧清理，把块茎全部挖出来。但今年多伦多冷得特别早，你瞧，这是10月清晨我的菜床，很多绿叶蔬菜已经开始结霜了，所以我也决定对洋姜进行全面清理和采收。洋姜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需管理，却回报丰厚。它简直是最佳陪伴型蔬菜，你完全可以无视它的存在。入秋时节，不仅盛开明黄的花朵，给我的菜园点缀生机，它更是自会长成一片。但正是这份旺盛，让它成为菜园里的隐患。所以我特地把洋姜驯服地聚拢在种植袋里，限制生长，而非放任自流。不过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，是很多人忽略的。虽然洋姜皮实，但作为根茎类蔬菜，它的块茎需要松软深厚的土壤才能向四周舒展，土壤一定不能板结，一旦土壤板结，它的产量就会断崖式下降。所以种植前必须彻底深挖刨松，这是它对土壤唯一的苛刻要求。我的这个种植袋特别适合种植根茎类蔬菜，这里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窗户，可以观察根茎蔬菜的生长状况。打开的过程是不是有点像开盲盒，有一点点兴奋和刺激。除了种植袋里，这个菜场里也有几颗洋姜，都是去年堆肥箱里的洋姜秸秆，堆肥时夹带了几个非常细小的洋姜，成为了漏网之鱼。结果它们不管不顾地在这个菜场里肆意生长而成。我真的是经常在我的小小菜园里为这些植物旺盛的生命力而感叹。采收洋姜的过程，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场都市农人的健身运动。拔起这些粗壮的秸秆需要实打实的力气，这不就是健身房里的重力训练吗？但跟健身房不同的是，我的每一次力量训练都有沉甸甸的果实作为回报。这种积极的劳作被我视为最好的身心疗愈。我的频道是专门分享家庭菜园、健康菜谱、瘦身经验和厨房好物分享。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的最新视频信息了。之前我已经分享过几个有关洋姜的种植方法、储存技巧以及洋姜菜谱的视频，链接就在下方的描述栏里，有兴趣的朋友请点击观看，这是你深度了解洋姜的第一步。Nothing else is in your way. You're about to walk to victory. Now you finally reached the end. Now it's time to feel the sun again. What a shame. I wanna try. You never gave it them chopping waters.The sailing from here, the smooth and clear. Have no fear. 洋姜的秸秆很粗壮，我不会浪费。为了高效利用堆肥空间，我的做法是让它们静静堆在菜园一隅，
待晒干，体积缩小后，再用园艺剪刀细细剪碎，送入堆肥箱。我钟爱我的菜园里这种自然高效的有机循环。每一次菜园清理后，那些看似无用的秸秆或藤蔓，都是有机堆肥宝贵的素材。它们通过我的3个堆肥箱转化为富饶的养分，滋养来年的土壤。这种周而复始的投入与回报，让我的菜床里的土壤永葆活力，也让这份平淡的劳作充满了持续的价值感与宁静的治愈力。这个3层轮胎种植框里的洋姜，则是另一颗不请自来的惊喜。它就在这个极小的空间里，静静陪伴了我的紫甘蓝、芹菜以及再生甜菜根，见证了从春到秋的几次更迭。它真的够格获得一个最佳蔬菜配角奖，因为它不争不抢，极其随和。洋姜就是这么让人安心，它的快茎可以完全在土里过冬。现在我还有很多新鲜蔬菜可以采摘食用好一阵子，所以我准备等入冬前再砍掉这一颗的秸秆，让快茎直接留在土里。即使在多伦多零下30-40度的严寒中，它也无需任何保护，丝毫不受影响。来年我想食用的时候再挖出来，或者让它继续生长。而对于今天挖出来的洋姜，它的随和体现在储存方式上，只要它们保持干燥，用保鲜袋包好，放入冰箱冷藏，可以安然度过一整个冬天，甚至更久。开春时，我只需将挑出的小块洋姜随手扔几个到松散的土里，它又会开始新一轮的旺盛生长。它不挑不拣，总能给我一个惊喜的回报。洋姜富含菊粉，这是一种益生元纤维，对肠道健康和稳定血糖非常有益，堪称地下人参。但是它的核心成分菊粉在肠道发酵会产生大量气体，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胀气，所以我们必须将其作为开胃小菜，每次少吃，这是吃洋姜的黄金法则。我一直觉得洋姜的口感介于土豆和芋头之间，清脆或绵软，取决于你的烹饪方式，可以炒着吃、凉拌甚至炖肉。记得去我的主页看看我的洋姜菜谱分享，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风味。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有机苹果醋泡洋姜的做法。我用苹果醋泡洋姜是因为我自制了大量野生苹果醋，它是100%有机。与其买普通的醋，不如用这份富裕的有机精华来激活洋姜的营养价值。你当然可以去用市售的有机苹果醋，或者不含防腐剂、天然发酵的香醋、陈醋。洋姜表皮坑洼不平是清洗的巨大挑战。我的秘诀是先用刷子刷进泥土，这的确需要点耐心，然后放入大量盐浸泡后彻底洗净。盐水的作用是净出缝隙中的泥垢和杂质，并帮助洋姜在腌制后保持脆爽。虽然麻烦，但能确保我们连皮吃下的都是营养。我把洗干净的2500克洋姜切成薄片，然后我加了75克盐，大概腌制30分钟，让洋姜杀出水分。在腌制洋姜的同时，我来处理配角，5个苹果。我用苹果是为了增加果香风味，这个食谱我是不加任何糖分的，因为天然的果香已经足够了，你也可以用水泥来替代。市售的苹果通常会打蜡，以便延长保存时间。你看我用开水烫过的苹果皮上可以刮出蜡来，所以我的做法是会把皮削掉，再把苹果切成跟洋姜一样的薄片。有机生姜，我用了250克，同样切片。香草部分，我用了菜园里现有的鼠尾草和迷迭香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葱、香菜或者欧芹，随你喜欢就好。把洋姜杀出来的水全部倒掉沥干，否则会稀释我们的醋汁，影响口感。现在开始装罐，我们用的容器一定要先用开水烫过消毒，保持无菌状态，这是做任何泡菜的关键。然后一层洋姜，一层苹果，一层生姜，再撒一点香草，这样层层叠加着放进去。所有的食材都装好后，最后一步就是倒入我自制的有机苹果醋，一定要让醋汁完全覆盖所有的食材，这是保鲜的关键。然后用厨房纸巾把瓶口擦干净，盖上盖子，就可以直接放进冰箱冷藏了。我通常会放置1周，让洋姜充分吸收苹果醋的酸香，和苹果、香草的天然风味融合后，再开始食用。但如果你能忍得住，放2-3周风味会更醇厚。像我这次装了1大罐，
为了确保它在冰箱里能安全储存3到6个月，请务必记住，每次取用时必须使用干燥无油的干净餐具，这是防止杂菌进入，确保长期保鲜的关键。再次提醒，食用洋姜的时候一定要节制，大快朵颐对它而言是禁忌。好了，我今天分享了用种植智慧解决了洋姜的泛滥问题，用专业手法解决了它的清洗和胀气问题，并用自制有机苹果醋为它赋予了全新的治愈风味。现在轮到你了，在你心中，洋姜最颠覆认知的吃法是什么？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，让我们一起将这份都市农人的喜悦和智慧传递下去。我们下次见。